大家好，我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阿远。通过之前的视频，我们知道质子是构成宇宙中大部分普通物质的微小带正电的粒子，它们是粒子物理学的关键研究对象，由3个更小的称为夸克基本粒子组成。然而，尽管质子非常重要，我们仍然难以知道它们到底有多大。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探索有关质子半径研究的最新科学发现。多年来，科学家一直在努力确定质子的确切大小。最早用于测量质子大小的方法之一是通过电子散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高能电子被发射到质子上，然后测量和分析电子的散射方式。这样，科学家们可以确定质子的大小。用此方法所得出的质子半径约为 0.877 微米，1微米大约是100万亿分之1米。随着高能物理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开始通过一种称为光谱学的技术测量质子的半径。光谱学方法使用围绕原子核运转的电子的能级，能级的精确值对核半径很敏感。由于氢的原子核仅由一个质子组成，因此对氢原子中电子能级的测量可以间接得出质子半径。2010年，波尔等人发表了一项依赖于木子氢的实验结果。普通的氢原子是由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所组成，而木子氢则是由一个质子和一个钼子所组成。而从概念上讲，这与利用普通氢原子的光谱学方法类似，不过钼子的质量高得多，使得它和质子之间的距离比普通氢原子中电子和质子间的距离短207倍，因此它对质子的大小更敏感。实验所得半径值为 0.842 微米，比以前的测量小约 4%。质子的大小越发难以捉摸，物理学家称之为质子半径之谜。为了解开质子半径之谜，最近研究人员正在使用一种全新的独立的方法来测量质子的尺寸。他们在实验中使用了中微子而不是用电子来测量。中微子是电中性的，没有电荷，因此可以用来测量其他粒子。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物理学家使用反中微子束与质子相互作用，将其中一个上夸克转化为下夸克，质子被转化成中子，同时提供了关于上夸克在质子内分布的线索。该团队测量出的质子电荷半径为 0.73 微米，比 0.84 微米的半径还要小。实验结果在2023年2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质子和量子领域的所有事物一样，与其说是一个边界明确的具体物体，不如说是一团模糊的概率云。没有物理模来描绘质子的里面和外面，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变形的夸克漩涡。物理学家可以绘制夸克分布图来估计质子的大小，但是夸克也有它们自己的不稳定的概率特性。通过电子来测量它们与用不带电荷的中微子进行探测，得到不同的结果也在意料之中。总之，最近是用中微子而非电荷来测量，提供了了解质子大小的新视角，并补充了我们以前的知识空缺。虽然我们仍有许多关于宏观宇宙的知识需要探索，但这些微观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物质的基本构成和统治我们世界的基本力量。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哦。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